纵横19道，万古无同居。已经过去了多少时间？千年，万年。他只记得上下施行万象蒙暗，但沉睡醒来，大地上居然又长出了文明。人类于荒蛮中摸索秩序，最终炎为这片土地命名。但国业初兆，又因炎的早逝而陷入战乱。羸弱的族群连战争也如同游戏，他一时兴起撩作吐息，捉弄了战争的结局。见微之著者，唯有真龙。真龙觉察到了胜利的蹊跷，觉察到了头顶的庞大阴影。披荆棘，分节序，理荒秽，辟四野，人定胜天。炎国的未来不再一个神明相助、天命所归的传说。于是渺小的生灵不屈不挠，往来奔走，试图撕开云翳。又一个丰收之年，炎国各地如期举行庆典，祈祝收成，敬馈神明，一如过去的数百年。祭祀者列阵游行，叩祷者藏风于内。所谓庆典，竟是一场倾尽国力的围猎。你们操戈像神，你们试图守护自己幼稚的文明，你们学会了真正的战争。他欣喜若狂。他决定背弃同族，成为你们的主宰，塑造崭新的文明。那确实是一场真正的战争，浮尸百万，川江淤赤，山岳在蝼蚁的啃噬下崩彻，他的同族死伤尽半。愤怒、不解的残存的同族在他身上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，弃他而去。他以天地设局，而自己终成一枚棋子，以为变化算尽，却早已落了后手，真是傲慢又愚蠢。他不得不向渺小的人类俯首，陵墓幽暗，正好适合吞咽屈辱。可笑的是，我对那份屈辱感同身受。我是谁？我那些弟弟妹妹要几时才能明白，这个他们苦苦求索的问题毫无意义。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，撕碎台秘藏的卷宗，都不过是他的一场大梦，梦醒皆是泡影。无趣至极，荒唐至极。但是投子认父，哪怕残局将尽，以身助子，我依然有破局之手。千年来，能坐在这棋屏前的没有几人，而我的对手从来都只有一个。该你落子了。